他的工作是引导灵魂。刚刚预感到这里将会有人因为意外而丧命，果然如此。是个女人想不开，跑到了马路中间，卡车直接撞了上去。这时冲出一位好心人，把她救下了。卡车司机急转方向，横停在路中间，后面的车来不及躲避，连环相撞。小哥透过车窗，发现原本应该死去的人竟然还活着。而电影的女主角傻白甜正越走越近，旁边的骑士因为多看了她一眼，结果摔倒在了路上。智贤为了避开他，在慌乱中，他把油门当成刹车了，结果追尾撞上了卡车，惯性使他撞碎风挡玻璃，滚出车外。没过多久，智贤就醒了过来，他起身检查了一下自己，幸好他没受伤。回头一看，好多人围在他的车前，走近一看，他大吃一惊，车里的人竟然是他自己，这让他难以置信。未婚夫在车里打来电话，他下意识地推开身边的人，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，而且没人能看到他。在绝望中，他发现那个小哥能看见自己，智贤激动地向他求助，但他却不屑一顾。这时他看到自己头破血流，被推上救护车，抬头一看，小哥已经消失了，所以他糊里糊涂地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，一直守在他身边。终于见到了自己最亲的人。爸爸和未婚夫听到消息后赶过来，但他们径直穿过了智贤的身体，这让智贤感到绝望。这时他看到之前那位小哥也在医院出现，他连忙追了上去，直到急诊室，突然看到这位大叔的灵魂从身体里出来。智贤突然明白了，他和大叔一样都变成了鬼魂。原来在车祸现场，虽然大叔避开了交通事故，可是他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命运还是没放过他。小哥随手一挥，空气中突然出现了一道传送门，他恭敬地对大叔鞠了一躬，又送走了一个灵魂。然后他带智贤上了天台，开始解释一切。小哥自称是灵魂摆渡人，在这个区域已经工作了5年。他告诉智贤，你确实已经死了，只是死亡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，说明这完全是个意外，所以除非你自愿，否则不会被强制传送。还有另一种选择，就是在49天内找到3个为你流真心眼泪的人，你就能复活，前提是血缘关系的人的眼泪不算，而且这3个人的眼泪必须是真心的。这段时间你的肉体会处于植物人状态。说完，他带他去参加了一个陌生人的葬礼，教他怎样识别不同的眼泪。蓝色代表同情，黑色是幸灾乐祸，红色是出于礼貌，彩色的就表示真情实感。死者的丈夫还在幻想着美好的未来，只有那个女人是真心流泪的。智贤觉得这挺容易的，毕竟生前有2个闺蜜，还有一个蓝颜知己，再加上一个未婚夫，学校的同学都没算上，3滴泪绰绰有余。这时天真的智贤仍旧沉浸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。灵魂摆渡人为智贤找了一个宿主，那就是在便利店上夜班的宋一锦。使用他的身体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只能在他白天睡觉的时候使用，所以每晚12点前必须让他回到自己的家；第二，不能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否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，再也没有复活的机会；第三，不可以用一锦的钱，需要钱的自己去赚。智贤对这个蓬头垢面的宿主有些不满，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还是乖乖的跟他回家了。等到一锦睡得很熟的时候，智贤就附在了他身上，胸前突然多了一个泪滴形状的吊坠，这是用来收集眼泪的。他起身照了照镜子，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，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的袖口都磨破了，这身打扮简直糟糕透顶，头发也粘成一团。原本打算洗个澡，结果连洗发水和化妆品都没有，他只好这么出门了。这时候摆渡人出现在他后面，递给他一部冥界用的手机，紧急情况下可以打电话给他，还借给他一些零钱。智贤先去买了洗发水，然后去了朋友韩江的西餐厅，想在那里找份工作，可惜餐厅人手已经足够，韩江拒绝了他。他开始软磨硬泡，求他给他48天的工作机会。这时他一个小动作引起了韩江的注意。智贤紧张时总喜欢摆弄手指，韩江一直默默喜欢着智贤。自从他和明浩订婚后，韩江就把这份情感深埋心底，故作冷漠。但因为那个熟悉的手势，韩江还是同意了。接着智贤来到了闺蜜家门口，只能偷听里面的声音。小静和小雨住在一起，小静还在为智贤的车祸哭泣。天黑了，智贤回到家，为了不让一景发现，他把买的洗发水藏进了箱子里，换了一身衣服，打扮回原来的样子，才安心的躺回床上。灵魂离开身体后，居然一点也不觉得累。他打算去医院看看自己的情况，结果连门都打不开。原来他无法触碰阳间的任何物体，紧急呼叫摆渡人，叫他来帮忙开门。他那边正在摇得不亦乐乎，突然全身一震，像是触电，瞬间出现在智贤面前，知道是来帮他开门，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最后补充一条规则，摆渡人不得干涉人间事务。这时一景醒了，他不得不蹲在那里，以免被发现。趁着一景去上夜班，智贤才悄悄出来，发现他始终无精打采，郁郁寡欢，应该是经历了什么伤心事。没多久，智贤就来到了医院，未婚夫明浩还在那守着他。智贤用手遮住他的眼睛，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，只希望他能流下一滴眼泪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蹲在门口。一景终于下班回来了，智贤换了套衣服，然后去餐厅上班，但他手忙脚乱的，总是出错。履历书上明明写着他在首尔酒店工作过。韩江觉得他在骗人，想解雇他，或者让他去酒店开个工作证明，所以智贤赶紧坐车去了酒店。前同事看到一景来了都很高兴，只是看他这么客气还有点不习惯。拿到证明后赶紧跑出来，这时候他看到明浩也在酒店，出于好奇就跟了上去。他在等下一部电梯，没想到小静也在这里，他欲言又止，差点忘了规矩。进了电梯，小静没按楼层，还瞄了他一眼。智贤随后按了20层，
小静马上按下18层，等他出电梯后，智贤悄悄跟在他后面。这时房门开了，开门的人正是明浩。他又回到餐厅，韩江把他背到沙发上，他心如死灰，眼角滑下一滴泪。突然想到这可能是个误会，于是他跑回家里，恢复了原状，把门留了个缝隙。智贤从他身体里出来了，然后来到明浩身边，跟他一起回到家。小静居然在沙发上躺着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打算偷智贤的印章，想要侵吞他手里的那块地，整个智贤爸爸的产业。小静家境不好，在学生时代是智贤让他寄宿在自己家里，他喜欢的东西总想着要给他。现在留在智贤爸爸身边当秘书，他成了明浩的卧底。明浩也在他爸爸的公司工作，他不明白为何两个最亲近的人竟然这么冷酷无情。收集3滴真心眼泪，真是讽刺。复活似乎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只希望父母能够逢凶化吉。他的心已经伤透了，连续几天都没有附身，也没有出门，看到衣锦的状态跟自己一样。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，是灵魂摆渡人打来的。他随手把手机扔了出去，摆渡人只好亲自现身。他说给你49天的机会，不是让你这样浪费的，没有他们2个就收集不到3滴眼泪吗？如果不想复活，可以提前离开这个世界。他用激将法，智贤重新振作起来。智贤继续附身在衣锦身上，来到工作的餐厅。虽然旷工了好几天，韩江不但没有怪他，知道他没吃饭，还让海叔为他准备了些吃的。智贤工作时总是发呆，一看到韩老板正在偷瞄自己。实际上韩江对他有点动心。智贤的未婚夫明浩和闺蜜来找韩江，他们想让韩江说服智贤的爸爸，把职衔下放给明浩，这样他才能安心在医院陪着女儿，还能减轻一些压力。韩江对他们的阴谋毫无察觉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智贤听到后很紧张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。韩江看他心不在焉，赶忙过来抓着他，怕他受伤，叫海叔来把智贤扶下去。回到家后，他对摆渡人说，不能坐以待毙，一定要比他们先拿到自己的印章，先保住自己的那块地，这样他们就没法对爸爸的公司下手。第二天，他偷偷溜进自己家，回到自己房间，躺在床上，久违了的感觉，差点忘了正事儿，开始找自己的印章。这时门铃响了，他看到明浩提着果篮走了进来。明浩是为了印章而来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明浩对夫人说，来找一些智贤平时喜欢的东西，放在病房里对他恢复有帮助。夫人同意后，明浩朝他房间走去。智贤还在到处找，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印章，忘记放哪了。这时明浩已经来到门前，他推开门，环顾四周，没有发现异常，然后找到了很多印章，一个个对比。没多久，明浩看见夫人进来，便随手拿起袋鼠和一张照片。此时的智贤正吊在阳台外，2只手已经没有力气，跳下来又扭伤了衣锦的脚，趁机跑到外面躲在一旁。明浩也从里面出来，带了好多东西回到车上，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没找到印章。申智贤，你竟然相信过这种人？他的灵魂附在衣锦身上。在餐厅上班时，未婚夫来了，智贤不太愿意为他服务，没给他好脸色。明浩却自作多情，以为他对自己有好感，想要勾引他。这时明浩的电话响了，是智贤闺蜜打来的。他突然后悔了，打电话是为了劝明浩对申家企业手下留情，想和明浩远走高飞。因为下午闺蜜小静去了服装店，店主告诉她，前几天智贤还来给你挑衣服呢，挑得很仔细，还给你物色到一个男朋友呢。原来他是为了给你送衣服才出的车祸。明浩不愿意放弃，智贤在琢磨他们说的话，2年前那岂不是他们早就认识？他细思极恐，刚想走，明浩叫住了智贤，叫他别再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游戏。智贤被气得失去了理智，骂他是个两面派的骗子。突然吊坠变红了，烫了智贤一下。摆渡人也出现了，再次警告他，如果暴露了真实身份，吊坠就会碎，那么49天的旅程就会立刻结束。智贤点点头表示理解。等到夜里，智贤的灵魂跟着明浩来到了医院，他们的对话让智贤大吃一惊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了。他和明浩第一次见面是小静安排的，那次登山，小静让明浩跟在他们后面，趁帮智贤背包的机会拿走了他的手机，找机会把智贤甩开，然后把他的手机拆了扔在山里。在他最无助的时候，明浩再来英雄救美。第2次在商场的见面也不是偶然，小静在暗处给智贤打电话，明浩也在智贤身边，手里拿着电话，装作等待机会。他要让智贤相信，面前这个男人是他的真命天子。智贤只能无奈落入他们设好的陷阱。趁护士进来时，智贤跑了出去。他蹲在医院门前，委屈地哭了好久。起身时，他向楼上望去，眼神中透露出犀利的目光。突然想起来，那天把印章随手扔在袋鼠的育儿袋里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智贤要比他们先拿到印章。闺蜜和明浩联手，也开始行动。明浩先把智贤的父母送到医院，为小静创造机会。他在家里肆无忌惮地翻找印章。当智贤到达医院，父母刚探望完，准备离开，没想到明浩手中还拎着那只袋鼠。因为刚刚护士告诉家属，毛绒玩具会影响患者，不能放在病房里。明浩把他们2老送走，接着打给小静，让他准备撤退。当他看到出租车上的挂件，突然想起那只袋鼠了，因为智贤曾经夸过这是个百宝箱。到了医院，袋鼠却不见了，护士说是家属带走的。小静和智贤前后搅上了出租车，一起去了同一个地方。智贤先到家了，对妈妈说自己是智贤的朋友，叫朴正恩，就是网上那种。重点是他讲了些跟父母的往事。妈妈虽然没见过他，但肯定他一定是智贤的朋友。他借口要拿光盘，去了自己的房间，最终抢先一步拿到了印章，顺便还拿走了自己的相机。
小静晚了一步，她从夫人那儿得知，刚有个自称是智贤朋友的人去过她房间，这让她心生疑虑。毕竟她是智贤的闺蜜，对智贤了如指掌。她知道智贤身边根本没有信谱的朋友。智贤回到了衣锦那里，把印章藏了起来。突然敲门声急促响起，原来是房东大姐来收房租。可智贤没钱，衣锦的钱她又不敢动，所以让房东明天再来。房东走后，她感觉不对劲，这里藏东西太不安全了，于是把印章带到了工作的餐厅。今天正好是大扫除的日子，趁韩江洗澡的时候，把印章藏在他办公室的盆栽里，然后跟大家一起打扫餐厅。韩江总是偷瞄他，显得对他越来越关心。晚餐时，韩江发现他越来越像智贤，因为他吃面时也像智贤一样挑出香叶，动作都一模一样。智贤回家后开始絮叨不停，讲述今天发生的所有事，尽管他什么也听不见。摆渡人来找智贤，带他去逛街挑衣服。要是没有那场车祸，今天可是智贤和明浩的大婚之日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所以得庆祝一番。他之前的发型太压抑了，给他换个新发型，这发型要保持到最后。上午9点，智贤来接他下班，王在等着用他的身体。这时候卢医生挡住了衣锦，劝他不要总想不开。通过他们的对话，智贤得知5年前他失去了一个亲人，这让他变成了现在这样。智贤不禁联想到自己，如果自己真的去了，父母肯定也会像他一样伤心，所以必须收集到3个人的真心眼泪。他拿起笔记本，把朋友和同学的名字都记了下来，还是有希望的。首先找到那个开画廊的同学，告诉他智贤出了车祸，让他对处于昏迷中的智贤说点什么。同学开始回忆他们的过去，不一会儿眼泪就打转了，看来就要成功了。可最后还是没流下眼泪。智贤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没哭，他说他平时就很少哭，况且智贤又没死。然后他开始八卦智贤的未婚夫，气得智贤一转身就走了。智贤回到餐厅，发现未婚夫又来了，他依旧没给他好脸色。这次明浩终于意识到他不是在欲擒故纵，他是真的讨厌他。他开始找智贤的茬，指责他服务态度有问题。智贤担心会像上次一样，怕忍不住暴露自己，只好退一步对他示弱。但明浩依然不依不饶。韩江看不下去，出来帮他解围，把明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把房屋设计图还给他，表示不想再参与这份工作。但明浩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智贤身上，他直言那女人目中无人，要韩江开除他。韩江感到很困惑，平时对谁都挺大度的，为什么就对他特别严厉呢？明浩在外面愁眉不展，原来他对智贤开始有点意思了。他一把抓住智贤的胳膊，为什么总是那么看不起我？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小静看到，他和明浩为了抢夺智贤家的公司，一直保密他们的恋情。小静在里面问服务员智贤的底细，服务员偷偷告诉他，这个人工作不怎么样，可是韩老板总是宽容他。小静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，看来韩江是真喜欢他。智贤在回家的路上又碰到了房东大姐，房东大姐一路追着他要房租，这种事还是让衣锦处理吧。他赶紧跑回家，把头发扎起来，赶快躺下。智贤从他身体里出来了，这时房东也来了，不停地叫醒衣锦。衣锦一脸困惑，刚才我明明在睡觉，昨天也没见过他。衣锦没多想就付了房租。等他回到屋子里，发现头发很乱，他对着镜子看了看，我的天啊，怎么像个疯子一样？智贤也被吓了一跳，再这么下去真的会被玩坏。智贤的灵魂附在衣锦身上，然后去朋友的餐厅工作，可是他吃的太多，饭都不够分了。韩江主动把自己的半碗饭让给他，还自嘲自己上辈子可能是个器械。没多久，同事过来，孩子不小心打碎了杯子，被家长骂哭了。智贤走过去，把纸巾撕成小片，再揉成一团递给那个男孩，然后施了点小魔法，纸巾神奇的恢复了原样。韩江看到这一幕，感觉是智贤，因为在学生时代，他曾给他变过同样的魔术。又想起他的大胃王本性，用筷子吃意大利面，还有抠指甲的习惯，说话的语气也是一模一样。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像智贤。接着他去医院看望智贤，韩江觉得自己对不起他，喜欢的人还躺在这里，却对一个像他的人动了心。等韩江再来的时候，对他的态度变得冷漠并且凶巴巴的。智贤委屈的跑出去吃面包，结果出了点意外。晚上智贤把身体还给了他，然后智贤先一步去找摆渡人，他的胃里感觉像是翻江倒海，急忙跑回家，抱着马桶吐了出来。他一定很困惑，吃的是泡面，吐出来的却是面包。另一边智贤是去还钱的，他感性又多愁，竟然对摆渡人感到同情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发现衣锦病了，昨晚并没有去上夜班。智贤让他们赶快把衣锦送医院。摆渡人还挺聪明的，智贤胃痛头晕想吐，都怪自己昨天吃太多了，把衣锦也连累了。医院的医生只给他开了点药，刚出来就被明浩这个骗子看到了，过马路时还摔了一跤。明浩已经对他动了心，想帮助他，犹豫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没忍住，走上前去要送他回餐厅。尽管智贤反抗，最后还是被明浩硬拉上了车。到了餐厅，结果被楼上的韩江看到了。韩江看上去气得不行，他把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，一股脑的以接近朋友未婚夫的名义，一气之下把他开除了，还说自己有责任保护那位朋友。他并没有接受韩江的钱，只说了一句，只是因为想守护朋友的心意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因为韩江守护的其实就是他自己。随后智贤离开了餐厅，明浩并没有走，得知他被韩江开除后，主动邀请他来自己家里工作，帮忙做饭、收拾房间之类的。对于智贤来说，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，毕竟明浩一直想要破坏自家公司，在他身边或许能探清楚他们的计划。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
约好了明天11点去他家上班。可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由于伊景昨天生病没去上夜班，结果被老板开除了。这下生物钟完全乱套了，颓废的他不想再找工作了。智贤没法附身，只能在一旁急得团团转。他终于有了睡意，智贤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，又想起摆渡人的话，伊景作息不规律，随时可能醒来。如果发现自己在街上会怎么想？还是算了吧。可他刚回到房间，打开箱子的一瞬间，突然发现伊景坐在地上。他醒了，智贤的灵魂也被挤了出来。这次麻烦大了，他慢慢睁开眼睛，搞不懂自己怎么会在地上，而且衣服也换了。他又想起之前无缘无故的扭伤脚踝，头发的变化，还有之前吐出的面包。接着他起身不停地在箱子里翻，找到了这瓶不属于他的洗发水。也许他已经知道了真相，或者觉得自己疯了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根绳子，本来就对生活失去了希望，这次似乎决定了。智贤急得快要哭了，紧急呼叫灵魂摆渡人，让他赶紧过来救人。但他有任务在身，抽不开身来。他说生死有命，让智贤不用太担心。关键时刻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他在门后犹豫了好久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是卢医生，他得知伊景被开除了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看他。智贤又困在里面好几天了，退魂不能附身。摆渡人给上级打了电话，希望这次能插手阳间的事务。终于得到了领导的同意。神仙帮忙找工作，这种体验也挺新鲜的。伊景在街上，招聘信息跟着他走，满墙都是，到处都是招聘广告。终于在商店门口注意到了他，位置离家超级近，年龄、身高、体重的要求正好跟他吻合，就差直接念出他的身份证号了。当晚伊景拿着招聘单来到这家咖啡店，把招聘单递给老板，还没等他问完，老板就希望他立刻开始上班。原来摆渡人事先已经安排好了，买一杯咖啡的时间，算出老板2个月前丧母，上个月丧狗，这个月轮到你了。在老板的恳求下，他提出了破解之法，所以伊景顺利的开始在这里工作。这次他的作息时间很规律，智贤又可以附在他身上继续他的计划。此时他的49天期限还剩33天。按约定，智贤去了未婚夫明浩的家工作，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4天。明浩对伊景很感兴趣，所以并没有怨言。明浩一走，智贤立刻翻找关于搞垮家族公司的文件，无意中翻到了这本相册，看到了闺蜜小静和她的合影，日期标的是2007年。原来他们认识的时间不是2年，而是5年，真是小看了他们俩。他又试了室门锁的密码，并没有改，依然是他的生日。为了演戏给智贤的父母看，连细节都做得这么谨慎。没过多久，小静拎着骨汤来到明浩家门口，直接输入密码进去了。看到地上的那双鞋，他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因为一直在隐瞒他们之间的恋情。这时候智贤出现了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明浩家里怎么会有餐厅的送衣锦？小静紧张的开始结巴，毕竟是自己用密码进来的。他撒谎说这是智贤妈妈准备给未来女婿的骨汤，让他送过来的。他习惯性的利用朋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不，他看到男友明浩离开公司了，先上楼去探听同事的口风。当得知明浩提前下班回家时，他心生一计，他得借助别人的力量，把明浩家的女佣宋衣锦赶走。这次他打算利用的是朋友韩江。小静严厉的训斥他：“你是在拿工作开玩笑吗？明浩为了你的工作，劳累过度提早下班了，既然不想干了，应该当面告诉明浩。”心机女知道他喜欢衣锦，所以用韩江来做枪使。此时的衣锦在明浩的房间，他终于发现了保险箱。突然门响了，没想到明浩这么早就回来了。当他看到客厅没人，直接走向自己的房间，衣锦赶紧装作在整理衣服。明浩是因为看到他手被烫伤，特地回来给他送药的。厨房里什么东西烧焦了，明浩赶紧去开门通风，正好和韩江撞了个正着，然后看到衣锦出现在眼前，感到非常诧异。他冲进来扔下手里的东西，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。明浩解释说，是因为我衣锦才被你开除，所以我给他安排了这份工作。韩江叫他立刻辞职，现在就跟他回餐厅。他其实也想跟韩江走，但为了保护爸爸的企业不被明浩夺走，他也是身不由己，所以他决定留在这里。韩江被他气得直接走了，衣锦躲进卫生间偷偷哭泣。明浩心里其实挺得意的。第二天，心机女看到明浩没什么反应，不确定自己的计划是否成功，只好去找韩江。于是他联系了好友小雨，今天不是韩江的生日吗？你不去庆祝吗？可小雨不想参加，他感觉自己和周围的朋友都被小静利用过，尽管还对小静心存感激。在韩江那边，他疑惑地盯着眼前的一碗汤，想起妈妈在世时，每次自己生日，他都会亲手做赤贝海带汤。生日那天，妈妈还会来学校给他送汤。虽然知道儿子对自己有意见，但他还是坚持给他。最后汤都被扔在地上。韩江回到教室时，智贤正好要和他来一场 PK 挑战，输的人要接受惩罚。韩江输给了他，韩江受不了激将法，参与游戏，结果输给了他。智贤把他带到室外，惩罚他吃掉那些东西。韩江感到非常惊讶，看来智贤刚才看到了那一幕，这样吃实在是太尴尬了。智贤转过身，笑得很开心。韩江最终放下了面子，其实他早就原谅了妈妈，只是一直在摆架子，所以他特别感谢智贤，他给了他一个下台的机会，而且那是妈妈最后一次为他做的汤。现在想起来，如果不是智贤，将会是他一生的遗憾。他询问海叔这汤是怎么回事，海叔告诉他是宋衣锦送来的。韩江立刻决定去见他，难道他已经察觉出衣锦就是智贤了吗？小静和他的朋友们也正好到餐厅，韩江来不及多说什么，直接去了明浩家，一把抓起他的包把他带走。
他连围裙都没来得及换。智贤也乖乖跟他回到餐厅，毕竟也破不了明浩的保险箱密码。韩江也做了曾经智贤想做却迟迟未做的事，帮朋友完成了一件他们内心渴望却不愿意做的事。晚上，明浩找上门来，责怪他把人带走了。韩江毫不退让，他反过来指责明浩作为智贤的未婚夫，难道不应该考虑病床上的智贤吗？明浩也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承认自己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，他已经放弃了那个植物人状态的智贤。这时候，服务员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，通知他们朋友们都已经到齐了，请他们上楼。今年的生日宴会，餐桌上少了一位重要的人，那个人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。今天他找到了以前的同学，还是以录音的形式，让他们对智贤说点什么。几个人说着说着就越来越伤心了，这次终于成功了。智贤激动地看了看吊坠，结果里面竟然是空的。原来他们各怀鬼胎，眼泪也不是出自真心。他失望地回到了餐厅。这时，小雨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：智贤的父亲打算把公司交给准女婿明浩。智贤听后慌了神，急忙跑了出去，绝不能把公司交给这个骗子。没跑多远，就遇见了灵魂摆渡人。智贤说，即使自己不能复活，也要把真相告诉父亲。摆渡人让他冷静下来，可以允许他灵魂触碰一个物体一次，但这需要从他的49天行程中扣除1天。智贤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这时，餐厅的2名员工恰好路过，看到他自言自语，觉得他神经兮兮的。最后听到他提到要去一个叫万里洞的地方，他们回到餐厅，把看到的告诉了韩江。智贤先给父亲寄了些报纸，如果不这么做，灵魂会被门挡在外面。到家后，从衣锦的身体里出来，马不停蹄地跟着快递小哥，一路来到父亲的办公室，里面正进行工作交接。父亲正要去拿印章，结果他莫名其妙地飞了出去，大家都惊讶不已。他捡起印章，犹豫了一会，然后继续盖了下去。智贤束手无策，只能在一旁苦苦哀求。突然，智贤的照片掉在地上，原来是摆渡人搞的鬼。2次意外，爸爸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决定暂停今天的工作，因为摆渡人干预了阳间的事务。上级领导找他过去，狠狠地训了他一顿，还要惩罚他延迟退休。智贤迟迟未归，家里的衣锦已经醒来了，发现房门又开着，开始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。他决定去找卢医生求助。韩江担心衣锦，所以暗地直找过来，可是衣锦根本不记得他，与他擦肩而过。不久后，他见到卢医生，告诉他醒来时房门总是开着，把最近的怪事都告诉了他。从医生的角度看，他可能患有梦游症，建议他有时间来诊所，用催眠的方式看看梦游时的情况。到了夜里2点，他约摆渡人来衣锦的咖啡店，让他帮忙找一个叫宋一秀的人，因为他发现衣锦活成了这样。摆渡人并不打算帮他，你自身都难保，还在关心别人的事情。智贤说他太无情了，这句话似乎触动了他。就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和衣锦定格在同一画面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摆渡人应该就是宋一秀。智贤的真实身份也即将曝光，他像往常一样来到餐厅，忘了今天是店休日，店里没开门，无意中看到窗前的那架钢琴，不由自主地弹唱起来。韩江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曲子，是智贤改编的小调。韩江眼含泪光走到他面前，智贤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，这才是知己，但他不能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不然他再也没有复活的机会。韩江却一步步逼近，吓得他紧紧握住了吊坠，生怕它会碎掉。这时候海叔注意到气氛不对，赶紧出面打圆场，智贤这才得以脱身。现在智贤只剩下26天的时间，衣锦昨晚上夜班没回家，所以他没能去上班。韩江有点担心，于是去万里洞找他，正好碰到了衣锦。他仔细打量他，感觉哪里不对劲。衣锦瞟了他一眼，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径直走开了。韩江一脸茫然，不知所措。没多久，他突然变了态度，急忙上了一辆出租车。他又偷偷潜入了明浩的家，尝试打开保险箱，结果被突然回家的明浩撞个正着。他谎称那天的家政工作没做完，明浩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。这时候传来了开门的密码声，明浩赶紧把衣锦推进自己的房间，为了避免误会，叫他先不要出来，也不要出声。原来是智贤的闺蜜小静来了，她愤怒地对明浩说，智贤爸爸是因为得了脑瘤才把你立为接班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智贤听到了这一切，像被晴天霹雳击中一样。明浩把他拉到一边，告诉他先别说话。小静担心他因此心软，催他快点让公司破产。他们的对话被智贤听得一清二楚。回家后，他彻夜难眠，觉得这些年都白活了，没有一个人真正为他流泪。既然如此，他索性早点离开这个世界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和衣锦告别，为了感谢衣锦，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并写了2封信，其中一封是给衣锦的，告诉他不用害怕，自己以后不会再出现了；另一封是写给爸爸的，揭露了明浩的所有阴谋，还嘱咐他尽快做手术，恢复健康。然后他去找韩江递交了辞职信，韩江却误以为他又要去明浩家工作，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，他气得转身就走了，只希望韩江能微笑着送他走，连这都变成了奢望。接着智贤去医院，但父母不在，他看着病床上的自己，最后他独自站在广场上，眼泪不停地流，已经湿透了他的衣领。突然，胸前的吊坠随着水滴声发出了一道白光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拿起吊坠一看，里面竟然有一滴眼泪，终于有人为他流泪了。智贤喜极而泣，他苦苦寻找这么久，终于得到了。他非常想知道是谁流的泪，其实这人就是韩江。就在刚才他在整理盆栽时，海叔挖出了一个东西，一看原来是个印章，怎么会是智贤的呢？他终于明白了，身边的衣锦就是智贤。他急忙开车往医院赶，联想到之前的种种相似，一切都解释通了。
自责没能早点发现。他站在智贤的病床前说：“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。”忍不住泪水沿着脸颊滑落，随着智贤的吊坠出现了一滴泪，同时监测仪上也出现了一丝波动。他握着智贤的手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智贤却误以为是闺蜜小雨为她哭泣，所以她跑去小雨的店里道谢，让小雨一头雾水。韩江到处找她，他们最终在万里洞相遇。韩江直呼她为智贤，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吊坠突然变红，还烫了他一下。他连忙否认。韩江看出他有难言之隐，所以就没再追问，决定暗中观察，看他到底需要什么帮助，这样才能真正帮到他。智贤回到家，这下麻烦了，因为他现在又不想死了，可房间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如果被发现会吓到他，所以得赶紧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。没多久，他又躺回床上，从衣锦的身体里出来，可他还是被发现了。智贤忘了打扫洗手间，衣锦觉得自己的梦游症越来越严重了。韩江并没有离开，每天都在他家门前守着，通过他的装扮和状态，分析出门的是智贤，他是借送衣锦的身体活着。智贤在报纸上筛选招聘信息，韩江走过来，说自己那天喝多了，说了些醉话，请他继续回餐厅上班，还说加薪50%，兼职工作，出入自由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开心极了。韩江有个疑问，智贤第一天上班时说干48天就好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海叔说在镇安寺庙时，倒是听说过有个49日灵魂找东西的说法，具体还得问镇安的道渊师傅。韩江决定明天就去镇安。智贤把明浩约出来，把钥匙还给他。这时他的电话响了，正犹豫要不要接，智贤看他起身要走，却被他拦住。他接起了电话，镇安的公司出了问题，明浩明天要去镇安出差。智贤明白镇安的徐厂长也背叛了他爸爸。心机女得知男友明浩明天去镇安却不带他，她突然想起韩江，没想到韩江明天也要去镇安。我和小雨正计划明天去镇安看花，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。回去就开始说服小雨。智贤这边，灵魂摆渡人告诉他不要去，因为他预感到有危险，可能回不来。他却执意要跟明浩一起去。智贤看着和他的合照问，智贤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为什么要针对他们家？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明浩回答，她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的父母也都是好人，只是他们像我一样运气不好。他的回答让智贤摸不着头脑。他们3人现在已经到了，心机女和小雨在一起，先找借口让小雨离开，他自己打电话查明浩的酒店。韩江为了智贤一个人上了山，去打听僧人道渊的下落，没想到遇到的就是修行了50年的道渊师傅。他告诉韩江，灵魂在49天内，如果收集到某些东西就可以复生，具体是什么东西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明浩他们也到了，只不过智贤失算了。明浩决定自己处理商业事务，让他自己先四处转转。没多久，韩江在转悠时遇到了智贤。智贤看到他特别紧张，他不知道怎么向韩江解释和明浩来镇安的事，没想到他态度大变，不仅没有责怪他，还带着他重游了母校，最后按照约定的时间把他送到明浩那儿。智贤故意把小静也带到了这里，但是发生了意外。走着走着，智贤突然站不稳，灵魂在体内摇摆不定，没想到衣锦会醒来，智贤也被挤了出来，他体内的灵魂开始摇摆，最终智贤从里面出来。这下糟糕了，衣锦渐渐醒了过来，他根本不认识明浩，原本在家睡觉，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上，智贤一头雾水。这时灵魂摆渡人出现了，把他拉到一边，悄声说发生意外了，只好从你49天的期限里再扣掉1天。别担心，衣锦不会疯，我会让他把今天当做一个梦。灵魂摆渡人也很困惑，他本不该醒的，这里肯定有什么影响了他。小静卷入了智贤的计划，他看到了明浩和衣锦，明浩拉他到一边解释。韩江并没有离开，他是唯一知道怎么回事的人，他走了过来安慰衣锦不用害怕，会向你解释清楚的。他欲言又止，似乎看到了什么，怪不得他会醒来，这里藏着他和已故男友宋一秀的记忆。他的前男友现在是灵魂摆渡人，原来是5年前宋一秀去世后他才变成这个样子。衣锦沿着樱花道边回忆，韩江紧跟其后，智贤和他也跟了上去。他们走到学生面前突然停下，是年轻时的智贤和韩江，他们在用塔罗牌募集善款。韩江对这种方式很不以为然。衣锦和衣秀走过来了，他让智贤帮他算一算。秀随便抽了一张牌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结果不太好，可智贤说这张牌代表完美恋人，预示着坚不可摧的美好爱情，然后送给他们一朵粉红玫瑰。除了韩江，他们3个都很高兴。等2人走后，韩江对智贤说，你这不是在骗人吗？那张牌从他们角度看是逆位的，预示着深刻的永久分离。智贤的善意谎言和韩江坦白的分歧，把牌全扔了，不小心把智贤推倒了。韩江急忙过去帮他起来。等一切结束后，韩江赶回来收拾摊子，但智贤已经不在了，他掉的手链还留在地上。韩江买了花想要道歉，可是小雨伤心地告诉大家，智贤转学到首尔去了。花落在地上，连说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了。那时的小静还算是个好人。智贤被父母硬拉进车直奔首尔。韩江出来的时候，父母已在外面等他了，地上放着2个箱子，是爸爸来接他去美国的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告别了校园生活，这个地方让他们难以忘怀。而衣锦和秀满怀对未来的憧憬，秀要给他建一座木屋，还要在院子里种满浪漫的樱花。这个美丽的地方就叫他2月之爱。往事让人难以回首，眼泪忍不住流下来。
衣袖在他晕倒的瞬间抱住了他，眼泪模糊了视线，隐约能看见是秀的面容。可惜这次相遇最终只能是一场梦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也被感动了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。一行人都回到了首尔。韩江一怒之下扔掉手中的东西，冲上去直接给了一拳。因为在镇安发现了他和小静的事。你和小静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他的每一拳都是为了智贤。从那以后，明浩开始怀疑衣锦，于是让助手跟踪调查他，接着去找小静。自从决定对付智贤家，年来根本没有涉及过恋爱，见面也只是谈工作，所以明浩坦白说，对他已经没感情了。小静觉得这都是宋一锦的错，还有昨天在镇安得知明浩的行踪，明显是故意让自己看到明浩和一锦。于是他拨电话回去，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是宋一锦的声音。不止这些，智贤不小心把信掉在地上了，韩江捡起来一看，原来是写给他爸爸的，信里竟然透露了明浩的阴谋，还提到他爸爸得了脑瘤的事。他把智贤之前的辞职信拿出来，这才明白他那天为什么要辞职。没想到明浩竟然能做出这种事，他立刻匆忙离开。这时小静来到了韩江的办公室，偶然发现了宋一锦的辞职信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怎么会有智贤的笔迹，尤其是这个笑脸符号。趁没人注意，他赶紧复印了一份。回到家后，他拿出智贤的贺卡反复比对，果然字迹一模一样。这就是说一锦其实就是智贤，但这也太荒谬了，他拿不定主意，于是把这事告诉了明浩，他却坚决不愿接受这个现实。明浩的心情就像你喜欢的女孩，结果邻居王大爷告诉你，她其实是你多年失散的妹妹。明浩的感觉就像这样。第二天，智贤发现信不见了，非常着急，但信已经到了他爸爸手上。爸爸惊讶地发现信是智贤写的，智贤的吊坠开始变红，最后竟然爆炸了，他的灵魂也从衣锦身上离开。这时候摆渡人出现了，原来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只是他在想象中的情景。不过韩江确实在医院，也许是担心他病情加重，没提及信的事情，只是劝他尽快进行手术。如果灵魂真的存在，智贤看到这一切会感到多么无助。爸爸想到办公室发生的事情，觉得韩江说的有道理。不久后，智贤也来到了医院，知道他们没看到信后，终于安心了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韩江说服申爸爸去做手术了，智贤总算放下了一块心事。等回到餐厅，韩江趁他不注意走进更衣室，拿出了他的包，悄悄把那封信放了回去，结果被智贤给发现了。等他走后，智贤检查自己的包，看到了那封信，原来韩江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只是没说出来，怪不得他这段时间变化这么大。于是他找到韩江，对他说了声谢谢，他再次接受了催眠，想回到过去看看衣袖。画面一转，看到了智贤经历的所有事情，他告诉医生自己不是在梦游，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。他明白这关系到智贤的生死，所以并没有说出去。看着智贤孤独一人，他感到非常同情，上前去关心衣锦，不要在这里待太久，这地方太偏僻了，很危险。说着帮他梳了梳头发，刚接触到发丝，衣锦感受到了智贤的善意，可他毕竟是个鬼魂，还是感到紧张。现在智贤会陪衣锦发呆，看他哭也会心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只能陪着他一起哭，尤其是看着他的手让人感动。哭累了，智贤进入他的身体里，拿出他以前的毕业照，从来没见他这么笑过。刚想划走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拿起来仔细一看，原来他就是宋一秀，那不就是身边的摆渡人吗？接着智贤找到了他，没想到他死不承认。智贤打开相册让他仔细看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摆渡人在任期内会被限制自己生前的记忆，只记得要实现一个愿望才来做摆渡人，等到5年任期一满，才能想起生前经历的事和那个愿望。智贤回家后把这消息告诉了他，让他再耐心等一等，承诺一定让衣秀来找你。衣锦有了反应，现在他能隐约听到智贤的声音了。咖啡店门口，那个油腻男总盯着自己，已经过了半个小时。其实他也是个摆渡人，他是来找答案的，忍不住进来点了杯咖啡。当衣锦让他结账时，他已经有了答案，因为摆渡人不会故意变成油腻男，在熟人面前会变成一个陌生的面孔。明浩找到了衣锦家的地址，晚上就找了过去，一路跟着他到了咖啡店。跟那天一样，他不认识自己。明浩不断逼问他到底是谁。这时卢医生赶来帮忙解围，明浩这才罢休。他问衣锦认不认识那个人，他说不认识，但知道他的名字。衣锦坦言自己不是在梦游，而是和另一个灵魂共用一个身体，因为他能感受到那个灵魂经常在担心自己。自从衣秀去世后，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安慰的感觉。接着他提到了自己的身世，5岁时被妈妈遗弃在车站，那天被送到孤儿院，宋一秀上前安慰了他，还送了他一块巧克力。宋一锦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，可是18年后的一天，他选择了离开他。没想到15天后，他遭遇了意外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衣秀听到自己的故事也流下了眼泪。明浩并没有离开，他是在等卢医生。最终从他那里得知衣锦被灵魂附身的消息。智贤和一个流浪汉擦肩而过，突然他们停下脚步，他一转身看向智贤胸前的吊坠，惊讶地问，这眼泪是怎么得来的？原来他们是同乡，他自己一滴也没收集到，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。智贤问他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，他说是自己打的，而且还会3天2头自己打自己一顿。以前他是个房地产老板，就是因为那个人抢劫时被人用东西敲了头，结果变成了植物人。知道智贤还有13天，告诉他剩下的时间会有变数，灵魂状态非常虚弱，也很难离开肉身，这种感觉会越来越严重。小静恰好看到这一幕，偷听他们的对话。那男人得走了，要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智贤给他一些钱，
叫他先洗个澡再去。他感谢智贤，抱怨这该死的49天真的好残忍。小静等了很久，问他需要钱吗？可以给他很多钱，只要他告诉自己那女人的真实身份。天黑了，韩江和智贤在餐厅。今天是韩妈妈的忌日，曾经父母离异，爸爸去了美国，韩江以为是妈妈的错，所以不再理他。结果到了美国才知道有个10岁的弟弟。再回到国内，妈妈已经不在了，这成为他永远的痛。联想到最后那次海带汤，他说不仅欠智贤一个人情，还欠他一个道歉。他从口袋里拿出当年的手链，请他帮忙交给智贤。他们都心知肚明，可韩江不知道，那条手链其实是韩妈妈为了感谢智贤送给他的。深夜，智贤的灵魂来到医院，爸爸做完手术还没有苏醒，申爸爸正在梦的地方徘徊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不断听到女儿在召唤自己。这时面前的门突然打开了，透过刺眼的光，终于看到了女儿，然后向那扇门走去。爸爸也在这时醒了过来，那一刻他看到了智贤。他走到爸爸面前，轻声说了一句：我爱你，爸爸。现在还有个棘手的问题，如果真的复活，就会失去49天的记忆，那就意味着会忘记韩江和衣锦的恩情，同样也会忘记明浩和小静的阴谋，说不定还真的会和他结婚，想想都害怕。另一方面，接到明浩的电话还得瞒着自己。小雨渐渐明白了真相，莫等小静解释，一边揪着他的头发，一边打一边骂：智贤是你的恩人，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？如果我是智贤，肯定死不瞑目。小静却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，他约衣锦出来，想跟他聊聊智贤的事，承认智贤帮了自己很多，同时也指出他有个缺点，总是单纯的帮助别人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他觉得自己在智贤心里只是一个接受施舍的人，觉得因为家境好，有个富爸爸，他才能这样乐于助人，所以小静才联合明浩想垮掉身家企业，想看智贤失去一切后还会不会保持那份纯真善良。小静说完就走了，智贤泪流满面，他心里已经明白了小静的真正目的，这才是他的真正意图。智贤去首尔的一个酒店，谎称自己失忆，取走了之前衣锦留下的东西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照片，是衣袖和另一个人的合影。他为衣锦感到不平，然后去工作室找他，因为那张照片他们大吵一架，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为衣锦辩解。他眼含热泪，一遍一遍地叫着宋衣锦的名字。衣袖醒过来了，一切都记起来了，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恋。可这张照片他还是第一次看见，不过他肯定这是个误会，是自己睡着后被朋友捉弄的，没想到这竟成了导火线。5年前，衣袖特别爱音乐，那会儿他们总是吵架。这天衣袖终于爆发了，说了很多伤人的话，说话的人可能无心，听的人却很在意。朋友看衣锦像丢了魂似的，劝他去和衣锦和解，毕竟要出去演出，2周后回来。衣袖却没那个勇气，想用这个机会冷淡他几天。他没想到这几天会变成一辈子。衣袖晚上在酒吧表演，白天还得在附近工地赚钱，从没忘过2月里的那份爱。演出结束时，他去店里挑选戒指，想给衣锦一个惊喜。戒指上刻着2人的名字 S Love K， 仔细看摩托车油箱，还有后座的吉他 S Love K 到处都是，连回家的路上也忍不住拿出戒指来看，不小心差点掉了。前方的卡车越来越近，发现的太晚，来不及躲闪，最终发生了悲剧。衣袖临死前，脑海里不断浮现他和衣锦学生时代密切相爱的情景，那辆贴着 S Love K 的摩托和那把吉他，都是他曾经最爱的东西，现在已经面目全非。还有他和衣锦的戒指，虽然在他面前，但那双眼睛已经不听使唤了。最遗憾的是没能实现对衣锦的承诺，那个充满浪漫的2月爱，连道歉的机会都没了。现在衣袖回想起这些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决定找上级领导问个清楚。智贤把衣锦的东西送到了餐厅，韩江终于注意到他的泪滴形状吊坠。他问智贤是哪天换的项链，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，记得以前是空的。韩江暗示他把吊坠的事儿婉转地说出来。智贤说是在辞职那天换的，那不就是我去医院看你那天吗？韩江似乎找到了答案，他接着说，辞职那天我真的很难过，结果跑到智贤的病房哭了一场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眼泪是韩江流的。韩江看他这么激动，害怕说漏嘴，叫他赶紧去工作，然后找来了海叔，请他根据眼泪的线索继续调查，自己则抽身去对付明浩。从前辈那里已经知道了明浩的计划，他打算利用手中的还没倒项目，和其他2家公司勾结，通过资金操作把身家企业弄垮。现在正忙着收集明浩的证据。智贤把衣袖恢复记忆的事告诉了他，衣锦感到非常意外，他怎么会知道宋衣袖呢？衣袖恢复记忆后，感觉自己有使命，会在他身边守护他，照亮他前行的路。这5年来，他变成了这个样子，都是自己造成的，无法补偿。他瞬间出现在智贤面前，叮嘱他千万别惹麻烦，只有5年的任期才能顺利结束，因为他用这5年的时间换来的愿望，就是见宋衣锦最后一面。第2天，明浩找到衣锦的房东，出高价租下了那间房，叫他让里面的人尽快搬走，接着打电话给智贤，威胁他和自己见面。本以为明浩只是纠缠不清，没想到他突然这么一说，你不是不爱吃面疙瘩吗？这让智贤感到意外，有点措手不及。明浩不断揭露真相，智贤不知所措，只好逃跑，跑到衣袖那里，问他该怎么办，结果被嫌弃，为什么偏偏是衣锦的身体？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像智贤的衣锦，没想到竟然说漏了嘴。智贤紧追不放，是啊，为什么偏要用他的身体呢？衣袖开始支支吾吾，他想起那天那个大叔说的话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衣锦引起的。
是他冲上马路导致的连环车祸。智贤回到家开始责怪伊景，他越说越激动，声音越来越大。伊景有些害怕，想到自己的命运，智贤情绪失控，居然动手把他手里的筷子打掉。智贤还在小声抱怨，伊景被吓得不轻，朝那个方向看，突然看到了智贤，他赶紧退到角落。智贤大吃一惊，没想到伊景能听到自己说话。这时外面有人敲门，是房东来催他搬家，必须在1个星期内搬出去。智贤冷静下来，开始道歉，但伊景确实被吓坏了，还是去咖啡店上班吧。店里正有位不速之客在等他。明浩开门见山，不想让他把身体借给智贤，请伊景到自己金山的公司工作，如果不同意，那么他会用其他的办法。言外之意是在威胁伊景。他思虑再三，决定离开这里。回到家把门打开，请智贤离开。他再三恳求，但伊景心意已定。没多久，伊景带着行李从他面前经过，智贤随即追了上去。这一幕刚好被韩江看见，看到智贤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再一想觉得不对，那个人应该是伊景，接着跑去他家里，得知他已经搬走，才知道问题很严重，先要找到伊景才行。还好他记得出租车上有电话。智贤现在变得非常虚弱，走不动了。这时衣袖及时赶到，最终把他送到了车站，只能帮他到这儿了，让他务必把伊景带回来。此时他们3人都坐上了开往釜山的列车。韩江终于找到了他，恳求伊景不要走，不然他就没有复活的机会了。这时智贤正坐在他对面，现在伊景不仅能听到，还能看到他。智贤哭着说，再给我10天时间，让我跟身边的人说完我想说的话再走可以吗？伊景听完也忍不住泪流。画面转换，韩江开车不知带了几个人，他们眼中看到的人数也不一样，反正成功的把伊景带回来了。房子的事先放一放，智贤为了感谢伊景，特意做了一顿饭，还告诉他那张照片是个误会，等你们见面后让他亲自告诉你，不会等太久了。小静心机不死，还在关注智贤，他果然又回来了，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明浩。他马上赶到咖啡店，问他为什么没有走。伊景说他跟自己上了车，没办法，只能先甩掉他。伊景表现出很害怕智贤的样子，为了避免他白天附身，说自己会辞掉夜班工作，要去韩江的餐厅。明浩觉得他的做法毫无逻辑，不断提出各种问题，伊景只能见招拆招。他开始有些焦虑，不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是伊景还是智贤。其实他们都在，看得出伊景在跟明浩周旋，在极力保护智贤。韩江这边接到了电话，明浩开始对申气采取行动。由于票据大量涌入，未来几天需要足够的资金来应对，如果债务超过资产，只能宣布破产了。申妈妈束手无策，她问明浩到底在忙些什么。他们说明浩在到处借钱，但一直杳无音信。这时韩江突然有了个主意，一大早他和智贤直奔妈妈那里。妈妈说智贤在车祸前让他帮忙保管了印章，有了这印章可以抵押智贤手里的那块地，但前提是公司的人不能知道，尤其是明浩。妈妈虽然好奇，但没多问。通过贷款，3天内顺利拿到了40亿韩元，当前的困难就这么解决了。小静得知此事感到难以置信，她想知道这些钱从哪来的。回到家后，发现小雨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。虽然小静经常利用她，但现在小雨是她最亲近的人。小静承认自己很虚荣，一开始就欺骗了明浩。她谎称自己的父亲是申一直，加上对智贤的埋怨和嫉妒，所以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。现在她非常后悔，但已经回不了头了。对小雨来说，背叛朋友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现在她身边只剩下不爱她的明浩。智贤很了解明浩，对申家他绝对不会就此罢休，又开始觊觎他家的保险箱。这次他事先做足了准备，他猜密码可能是明浩妈妈的生日。果然智贤一下就打开了。韩江注意到他没来上班，打电话也联系不上，于是他查了智贤的位置，发现他又去了明浩家。智贤却大失所望，保险箱里空无一物。他失望地从房间出来，明浩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。他能确定此时这个人一定是智贤，因为伊景对自家一点都不感兴趣。现在他显得特别紧张，他体内的灵魂又开始动荡不安。接着智贤突然倒在地上，这下好了，伊景的性格既不卑微也不傲慢，正好可以对付明浩。他只用了3言2语就开始焦躁起来，最终气急败坏的大发雷霆，还特意找来了一个驱魔人。看来明浩早就准备好了，幸好智贤已经走出来了。明浩找了许久，说智贤没有被灵魂附身。明浩不信，让驱魔人再试一次。突然驱魔人改变了策略，慢慢的向智贤靠近。驱魔人发现了智贤的灵魂。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，明浩听出来是韩江，命令大家保持安静。助手走前去查看，结果警察也来了。有人报警说这里可能有非法拘禁，让他们立刻开门接受检查。门开了，警察没进来，但韩江走了进来。其实那只是衣袖的诡计，发现每次危急关头，韩江总是及时出现。他帮伊景收拾东西，这地方太危险了，建议他们搬到他那里去住。智贤现在已经非常虚弱，是衣袖把他抱进来的。韩江看不见智贤，只能通过伊景来了解他的状况。情况越来越糟，韩江既伤心又感到无助。衣袖一直在旁边深情地看着他，忍不住走近他，轻轻地触摸他的头发。虽然伊景看起来总是无精打采，但他很敏感，立刻察觉到了这对阴阳相隔的恋人，一个见不到另一个，深受折磨。晚餐后，伊景下楼看到韩江还在担心智贤，因为49天的期限只剩下6天了。他走到韩江面前，劝他别对智贤投入太多感情，爱得越深，离别后越难熬。智贤觉得复活无望，已经放弃了。韩江不喜欢听这些消极的话，反驳说：上帝7天就创造了世界，我们为何要放弃希望？伊景说：
你越是这样，他就越难过。就当做你俩这辈子没缘分，别再纠缠了。韩江生气的让伊景别再说这些了，他坚持在智贤离开前绝不放弃。就在他转身要走的那一刻，他从后面抱住了他。这一刻，韩江终于明白了，没想到他竟是智贤。别再留恋了，就当这辈子没缘分吧。韩江请他转告智贤，不要默默就这样离开我，就像当年我妈妈那样。智贤点头答应了。小静现在一个人住，总觉得有人在拉她的被子。她慢慢睁开眼，突然看到智贤躺在她身边。小静被吓得坐起来，智贤温柔地叫着小静的名字，紧接着抱住了她，就这样一直抱着不放。小静惊醒了，原来只是一场梦，但还是觉得挺吓人的。梦虽然是假的，但智贤的灵魂确实很真实。他立刻联系了明浩，没多久明浩就到了。他告诉小静去把呼吸机拿掉，这样他就再也吓不到你了。小静听了大吃一惊，瘫坐在地上。明浩走后，小静把墙上3人的闺蜜照片摘下，然后去了医院。智贤也在那里，他鬼鬼祟祟地走进病房，来到床前，犹豫了一会，然后把手伸向智贤的面前。今天正好韩江在陪护，他看到这一幕，问小静是不是疯了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你还算人吗？你有多大的仇恨，竟然走到了这一步？最后他把小静轰出去了。智贤蹲在地上伤心地哭泣，因为小静冲到医院想拔女儿的氧气管，所以智贤的妈妈来找他算账。他说当初是他收留了你，我们把你当做自己人，现在你却这样恩将仇报，想破坏我们家的公司就算了，智贤现在已经变成植物人了，你居然还想要他的命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小静一直念念不忘过去的事，她觉得在他们家寄宿的时候总被冷脸对待，还有那次小静被绑架，她没得到任何关心，反而是智贤得到了所有的担心。她没想到这是原因之一。等她离开后，小静既恨她，更恨现在的自己。智贤的爸爸康复后回到公司，虽然那个混蛋明浩被开除了，但公司已经岌岌可危。河内的项目本可以解决70亿的资金缺口，结果却被其他公司抢去了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那家公司不是投标胡志明市的项目吗？不是已经确认了吗？他把这事告诉了社长，都是明浩确认的。白天防贼，晚上防家贼。韩江得知公司出事后，打算去美国求父亲帮忙。海叔建议他暂时不要去，因为智贤只剩下5天时间，救回爸爸的公司是智贤最后的心愿，来回3天时间应该足够，也不要告诉智贤，免得他更加烦恼。韩江立刻出发了，在去机场前，他先到检察厅提交了关于明浩违法的举报信和一些证据。智贤这边为了感谢韩江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紫菜包饭，在生命的最后，他想和他一起去野餐。做好后，他兴奋地去找他。海叔不会撒谎，他说韩江去了美国，3天后才能回来。智贤听后很是慌张，他立刻跑了出去。原来智贤只剩不到3天的时间，因为韩江是按49天来算的，但他不知道智贤被扣除了2天，所以在他们分别之前，他们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摆渡人穿着正式西装，在午夜钟声敲响时开始宣布：申智贤，旅行者，你还剩16小时55分钟，任何可能泄露天机的东西或信件都会被销毁。负责你的摆渡人将在旅行结束前5分钟正式来接你。念完报告后，他拍了拍智贤，感觉很是遗憾。他的最后一天还是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去小雨那里买了蛋糕，还是用智贤朋友的身份给父母送去祝福。每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智贤都会唱歌给他们听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他带来了光盘，智贤从他身体里出来，唱给他们听，用这种方式告别。伊景这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智贤，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。等回去的时候，伊景诚心向他道歉。智贤说，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，那就打起精神好好活下去吧。等伊景醒来时，智贤已经不在了，桌子上放着为他准备的饭菜，还留下了一个礼物，里面装的是他生活中该用而没用的东西，还有一张上次写给他的便条。我帮你打扫了房间，别总是吃泡面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要问我是谁，我只是个默默对你产生感情的可怜的灵魂。智贤不再需要我了。伊景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，带着东西搬回了以前的房子。他在感慨，想留的人不能留，想走的人又不能走，眼前总是浮现出他关心自己的情景。现在他特别想念智贤。医院传来了噩耗，医生说智贤的生命体征非常弱，可能撑不了多久了。对智贤而言，也许是时候离开了。摆渡人开启了传送通道，在挥手的那一刻，吊坠突然发生了变化，里面多出了一滴眼泪。没想到临走前还得到了一滴眼泪，不免让人感到些许遗憾。再一低头，居然有3滴眼泪。随着智贤视线越来越模糊，他的灵魂也消失了。医院里，他们守着智贤伤心的哭泣。第2滴眼泪应该是小雨的，那第3滴是谁的眼泪呢？智贤终于醒了过来，他躺了整整49天，女儿死里逃生，父母喜极而泣。韩江回到国内，海叔打来电话，告诉他算错了时间，以为智贤不在了。韩江感到非常自责，还没哭出来，智贤妈妈又打来电话，告诉他智贤已经醒来。人生的悲欢离合一瞬间就体会到了，他急忙赶往医院。智贤去做检查，不在病房。韩江这次带来了投资，救公司于危难之中。申爸爸非常感激。不久后，他见到了智贤。韩江愣了一下，看来他的49天记忆被抹去了，那段深刻的经历只能埋在心底。韩江感到有些失落，他去找伊景报了个好消息，并向他感谢帮助智贤。可惜他可能不记得我们了。伊景把那条手链给了他，说是他母亲的遗物，转达了智贤的一句话。他说如果没有你，他肯定撑不下去。
智贤在医院想见小静一面，妈妈没办法，只好到小静家请她过来，可她坚决不去，说自己真的面不了她，向智贤妈妈苦苦求情。小雨这人真有个性，硬是把她拉到智贤面前。智贤跟她单独聊了聊，还记得我们订婚那天吗？你把鞋子让给我穿了，大家都说鞋子是女人的自尊，那一刻你为了我放下了自尊，因为那时我们还是朋友。没想到智贤都记得，给他们之间的友情画上一个遗憾的句号。明浩感到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来医院看望患精神病的妈妈。本来想成功后再来接她，现在只能说声对不起。这时检方人员赶来了，以侵占和渎职罪逮捕他。明浩请求了2分钟与母亲告别，他虽然很糊涂，但还记得儿子。母亲骄傲地夸他一番，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明浩羞愧得无地自容，他辛苦赚钱供他去美国读书，结果让母亲失望了，最终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衣袖的5年任期快要结束，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了，终于能和衣锦见面。他在整理贺卡时，衣袖的邀请函突然出现，没想到智贤说的是真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拿出智贤送的化妆品，5年来第一次打扮自己，按照约定的地点来到公园。两人5年后再次相见，为了让他放心，衣袖用微笑掩饰激动的心情，衣锦眼含热泪，抑制不住真实感受，轻轻摸了摸他的脸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之后两人紧紧拥抱，衣袖带他去了一个地方，那是他出事的地方。他说我们的关系那时开始有裂痕，都怪我当时太幼稚，这个地方可以证明我的心意。原来他把那2枚戒指藏在这里，虽然戒指旧了，但那份喜悦依旧如初。衣袖轻轻吹了吹，然后为他戴上。接下来衣袖花了2天的时间，把衣锦的房间完全翻新了，还实现了当年2人因为没钱没能完成的愿望。但该来的总会来，衣袖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这2天的快乐，而是要给衣锦一个交代，只有忘记我，他才能真正的快乐。第二天，衣袖带他来到海边，突然松开了手，决定和衣锦结束这段缘分。他请求衣袖带上自己一起离开，他一个人撑不下去。衣袖对他说，我必须放开你，下辈子我们才能幸福，如果你不幸，我的心会痛如刀割，为了我扔掉那枚戒指吧。说完，他把戒指摘下来扔向大海。衣袖走了，为了让衣锦断了念想，能幸福的生活下去，他只能这样做。衣锦哭过之后，想到智贤的话，同样让自己幸福的活下去，于是他来到医院看望智贤。开门的一瞬间，他犹豫了，因为智贤已经失去了记忆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这时智贤从里面走出来，喊他衣锦姐。衣锦感到不可思议，难道他还记得我？智贤很想念衣锦，上前紧紧抱住他。原来他的记忆并没有被清除。他说在复活的第2天，摆渡人找到了他，因为他发现6天后卸任前最后一位渡客就是申智贤。对于一个刚刚经历49天磨难刚复活的人来说太残忍了，于是上面决定只要智贤愿意，就无需清除49天的记忆。所以请衣锦别告诉韩江，让他把我当做朋友就好。智贤的生命只剩下最后1天，他要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，从医院跑出来陪父母吃一顿团圆饭，还有上次没能实现的愿望。于是他和衣锦一起做了紫菜包饭，然后跟韩江一起去野餐。智贤借了他一样东西，就是借用男朋友的身份1天，因为他真的好想体验一次恋爱。韩江说，那明天你做我女朋友怎么样？智贤没说话，心里在想，如果还有明天的话。他们到了野餐地点，那里不仅有食物，还有他对韩江的深深感激，这是他们多年来最开心的1天。后来他们去了一个许愿池，智贤成功的扔了1枚银币进去。韩江望着他，多希望他能活下来。衣锦已经告诉他了真相，韩江付出了那么多，只希望他能活着，哪怕这辈子再也不见他，只要他能活着就好。智贤为了留下来的人，独自一人承受着这一切，所以韩江按他的愿望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送他走。他们结束了那美好的1天。智贤返回病房，和爸爸妈妈各说了一句悄悄话，逗得他们都很开心。幸福的氛围还未散去，智贤突然倒下了，还没等医生赶来，他就走了。没多久，他的灵魂从身体里出来了，老朋友已经在那里等他了，来送他最后一程。智贤听到了爸爸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他感到非常难过，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场景。于是他让他快点带自己离开。临走前，智贤想知道那2滴眼泪是谁的，一个肯定是小雨的，另一个是小静的。那天小静准备拔他的氧气管，智贤极其害怕。小静一转身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怎么这么丑，就像个魔鬼。他忽然明白了，终于承认这都是自己的错，是自己一直走错路，还老拿别人当借口。小静跪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向智贤忏悔和道歉。在离开前，他轻轻抚摸了智贤。这一幕被韩江误解了。小静为了救明浩，把犯罪的证据交给了检察官，然后他又想起了智贤，如果一切能重来就好了，那该多好啊。不经意间，他为智贤留下了第3滴泪。当他到达传送门和摆渡人握手告别时，他们2个眼含热泪，面带微笑，都流露出不舍和无奈。同时摆渡人也完成了他的任务，达成了心愿，现在可以安心的离开了。在病房里，妈妈抱着智贤哭得死去活来，医生说是因为腹部主动脉瘤破裂导致的猝死。韩江得知消息后赶到了医院，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，看到智贤的遗体还是十分难受。小静也得知了消息，浑身无力，瘫坐在地上。他打电话给监狱里的明浩，当他得知智贤去世的消息，有点不敢相信，眼泪瞬间滑落。他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在智贤的葬礼上，他曾用相机记录的同学朋友都来了，不知道他们的眼泪是什么颜色。
感觉就像回到了第1集。小静也去了，她躲在角落，远远地看着。还有依景、韩江、小雨，他们都在陪着智贤。但让我意外的是，哭得最惨的竟然是这家伙。事情结束后，韩江去看望智贤的父母，从妈妈那里得知，原来智贤还有个姐姐。那次妈妈带着志敏和智贤去车站，稍不留神，智贤跟着手拿气球的孩子走了进去。妈妈去找他的时候，把志敏一个人留在了外面。再回来的时候，志敏却不见了。韩江接过了那张照片，他说这个书包和鞋子我见过，而且他也没有父母。他说的人正是依景。上次他们在依秀以前的工作室偶然发现了这个书包和鞋子，韩江随即带着智贤妈妈过去了。当他看到这个书包时，立刻认出来了，原来依景就是智贤的亲姐姐。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小时候是因为智贤，依景的命运才会发生改变，而现在又因为依景冲上马路，智贤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。似乎冥冥之中，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。另外，智贤的结局不一定是悲剧。如果他没有度过49天，想象一下他的命运会有多悲惨。死亡的日期并没有改变，很可能他选择了自尽。结合摆渡人经常对智贤说的一句话，最难以捉摸的就是人心，总是千变万化。所以智贤的49天间接改变了小静的心，小静也改变了名号，同时也保住了身家。2年后，小静来监狱看望明浩。这2年里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后悔，对不起身边所有的人，就连说对不起都感到抱歉。小静对他不离不弃，他一直在等他出狱。最后，韩江和依景来缅怀智贤和依秀。正如智贤所希望的，韩江和依景已经成为了好朋友。